一辆汽车的寿命是多久？2000年，中国首次推出了汽车报废标准规定，规定要求私家车使用年限一旦达到15年，就要进行强制报废。从目前国内的汽车市场来看，虽然新能源车已经普及，但是想要购买一辆差不多的汽车，起码要10万。对于很多普通家庭来说，10万块并不是一笔小支出，所以汽车15年强制报销的规定看起来好像有些不近人情。事实真是如此吗？这里是知识 TNT。 其实国家出台的报废规定是建立在一辆汽车在15年内连续使用的基础上，可是对于一部分家庭来说，并不是每天都会用到车，汽车的使用频次不高，这也就导致了15年后汽车还不至于要到报废的程度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一辆仍具有使用资格的私家车被强制报废，对车主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损失。所以基于这种情况，国家分别在2013年和2020年对汽车报废规定进行了修改。2013年，国家增加了报废前汽车的功能性检测环节，避免仍有使用资格的汽车被强制报废。而2020年则直接取消了15年强制报废的政策，改为汽车行驶里程数达到60万公里后进行报废处理。而且在60万公里的使用期间，6至15年的使用期限内，每年要进行一次车检，超过15年以后，每年要进行2次车检，确保汽车在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。所以各位车主可以放心了，汽车使用15年后进行强制报废的规定已经不复存在。另外，在国内不仅私家车有报废规定，出租车、客运、货运、半挂车都分别有自己的使用公里数、年限等强制报销的规定。所以各位车主需要注意，如果您还拥有其他类型的车辆，可以自行查阅相应的规定，按照要求进行保养和使用。目前国内的汽车强制报废规定已经相当完善了，国家按照每个家庭汽车不同的使用情况，做出了最符合万千家庭汽车使用情况的规定。与国内情况相比，国外汽车的报废和使用情况是怎样的呢？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汽车行业拥有非常久远的历史背景，每年大量的美系车被销售至全世界。在美国，一辆汽车的平均使用寿命为13年，虽然他们没有强制报废的规定，但一般一辆汽车行驶到19万公里，车主就会主动送到相关部门进行报废处理。这里值得一提的是，美国国内设有多家汽车报废拆卸场所，因为拆卸下来的零部件是可以回收利用的。根据最新数据表明，一辆美系汽车的 80% 的零件都可以进行回收并二次利用。这种操作很大程度上的节约了资源，保护了环境。另外，美国政府会给每一辆报废车一定的费用补贴，折合成人民币大约是2万元。所以很多家庭在汽车使用到极限后，也很愿意送到相关部门进行强制报废。由此看来，美国的汽车报废制度已经相当完善了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德国。在世界范围内，德系车以质量好为名，在德国国内各种车辆总数已经达到了5000多万，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。另外，德系车的平均使用寿命比其他国家都要短，差不多是7至8年。而且德国汽车在报废时也会将大部分的零件进行回收，所以汽车设计师在进行车辆设计之初就会考虑到零件的材质问题，方便后续的回收和二次利用。最后再来看一下日本。目前日本也没有强制报废的规定，只是要求新汽车在购买2年内无需车检，随后每2年需要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汽车检查。另外，日本政府会对那些主动进行汽车报废的车主进行奖励，比如减免部分汽车税，或者是给予30万日元的汽车购置税，以此来激励国民主动进行汽车报废操作。同一辆汽车，不同人的使用会直接导致汽车寿命不同。作为一个合格的车主，在日常汽车使用中应该注意哪些细节呢？首先，车主们最需要关注的一个部位就是发动机。发动机作为一辆汽车的心脏，只要好好维护，便能有效延长汽车的使用寿命。所以当发动机已经关闭的情况下，车主们就不要再使用车内的电器了。然后就是热车问题，这也是很多车主都知道的日常保养方法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热车的时候不能一直让汽车停在原地，因为长时间停留在原地很有可能会让发动机出现磨损的情况。所以各位车主应该尽快行驶，以便让车辆逐渐升温。
还有就是在汽车行驶过程中遇到上坡、马路牙子这些地势不太平的情况，一定要放慢速度操作。现如今各地生活节奏都相对较快，人们的内心也逐渐浮躁起来。遇到一些地势阻挡时，部分车主会加速行驶上去，其实这对轮胎的磨损很大，可能进一步对减震器造成损害，所以车主们应该注意这个细节。还有一个就是停车后方向盘的回正问题，很多车主停好车后就不顾方向盘的方向了。如果方向盘没有回正，则说明此时的汽车轮胎并没有完全接触地面。汽车轮胎的不均匀受力使得轮胎侧壁出现磨损，次数多了会很大程度的缩减轮胎使用寿命。最后就是汽车保养的大头车检。当汽车使用一定年限后，每年或者每2年的车检非常重要。车检后发现汽车存在问题，而通过保养解决才是最大限度延长汽车使用寿命的关键要素。从中国汽车市场来看，政策、售前、售后等环节已经非常完善，各位车主只需要在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汽车使用即可。另外，在未来各种新型能源、清洁能源汽车也会应运而生，相信到那时，无论是汽车的使用年限还是使用体检，都会有一个不小的提升。知识 TNT， 专注你不知道的实物科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